有注意到，这雾好像变浓了些。众人在树林又走了一段时间，霍雨浩和玄老都感觉到他们并没有走回头路，这是一个好的迹象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发现自己仍然被困在迷雾之中，无法找到出口。就在众人休息并讨论下一步行动时，突然一片金银双色的光晕从远处涌来，瞬间覆盖了所有人。这股神秘的力量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，但却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拉扯力，将修为较弱的人拉扯得飞跌开来。玄老试图用强大的魂力抵抗，但那金银双色光芒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，甚至将玄老的防御光罩也拉动了几分。仙灵儿愤怒地轰出一拳，但他的魂力却消失在雾气中，没有任何效果。霍雨浩感到惊讶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但还没等他多想，那股强大的吸扯力再次增强，连玄老也无法抵抗。玄老大喝一声，让大家相互拉住彼此，不能分散。在金银双色光芒的牵引下，众人组成的黄色光球被吸扯着腾空而起，直接冲入了浓雾之中，周围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未知的恐惧之中。玄老面色凝重，全力催动魂力护住众人。其他几位封号斗罗也各自释放出护罩，在玄老的大护罩内形成小护罩，进一步保护大家。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新一代的代表性人物，史莱克学院以学员安全为重，必须将他们平安带回去。霍雨浩一直处于沉思状态，不断搜索脑海中的记忆，觉得眼前的情况似乎与他记忆中的某些记载有关。但因为他身处人形魂导器中，伙伴们看不到他现在的样子，每个人都很紧张，无暇关注他。牵引的力量越来越强，但并不具有破坏性。玄老的魂导护罩隔绝了外界气流，每个人也都释放出武魂准备应对。这种诡异的情况让众人感到震惊，连玄老这样的强者都无法正面抗衡。大家做好应变准备。玄老大喝一声，身体骤然变大，化为一头巨大的饕餮神牛，将众人承载在背上，护罩也变得更加明亮。被牵引的速度明显变慢，但仍在向前。大约1刻钟后，眼前光线骤亮，他们冲出了浓雾。所有人瞪大眼睛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他们看到了一片浩渺的湖泊，湖水澄澈见底，金银双色。湖中央有一片金色湖面，散发着浓烈金光，周围环绕着一轮银色月亮，二者相依相偎，光芒向外扩散，攀爬群山，蔓延向远方，景象瑰丽炫目。霍雨浩突然大喊：“我知道了！”他想起了关于这奇异景象的记载，急切地提醒大家，无论遇到什么，如果有声音问你们问题，一定要说真话，一旦说假话就有生命危险，尤其是关于感情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说假话。话音刚落，他们就被神奇的力量牵引到湖泊正中，湖水中的金阳银月瞬间变得璀璨，金光和银光升腾而起，将它们全部吞噬。这股力量奇特，没有冲击感，但众人却感到身体不受控制。玄老的武魂真身被打回原形，每个人身上都多了一个金银双色光罩，悬浮在半空中，被打散开来，彼此分开。霍雨浩之前的话深深烙印在大家脑海中，他用精神力强调了这一点，让大家在面对未知时能够牢记他的提醒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个个金银双色气泡已经朝着湖中央的金阳方向坠落而去。王冬儿看向霍雨浩，霍雨浩也看着他，用力点头，并比手势示意他不要担心，按照他说的去做。王冬儿也点头表示明白。霍雨浩被金银色光芒包裹，落入湖中。进入湖水后，他感受到天旋地转，脑海中不断回忆起之前的内容。这个地方的记载来自唐门先祖唐三的《唐门毒篇》，其中提到冰火两仪眼是3大聚宝盆之一，危险与机遇并存。霍雨浩曾在其中取得相思断肠红，但也险些丧命。而眼前这个地方正是《唐门毒篇》中记载的3大聚宝盆之首乾坤问情谷。这里比冰火两仪眼更加危险，传说是由爱神被背叛后陨落人间而成，乾坤颠倒，日月为湖。爱神对背叛感情之人极为痛恨，只有真正的有情人能活着离开，甚至得到好处，而谎言和欺骗者将受到严厉惩罚。霍雨浩之前一直想不起来，是因为《唐门毒篇》中的记载非常模糊，只提到日月为湖，乾坤问情，真心冒险，至情无敌。唐三对乾坤问情谷是否存在也有很大疑问，只留下一句说真话，用真情方可过关。随着眩晕感逐渐消失，霍雨浩重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通透的世界，周围仿佛由金银双色水晶构成。他仍处于气泡中，脚下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平台，直径约20米，边缘有13个圆圈均匀排列，他正站在其中一个圆圈中。众人也被金银双色气泡包裹，站在一个圆形平台上，头顶是金阳银月的光芒，周围光影迷离。霍雨浩发现声音传不出去，于是脱下人形魂导器甲胄，通过手势提醒大家按照他说的做。此时平台中央的光束开始旋转，依次掠过每个人所在的气泡。突然光束停在乌峰所在的圆台上，他的气泡亮起，随后金光升起，将他托起。一个平和的声音问乌峰是否有爱人，乌峰回答有，并称宁天是他的爱人。金光随即指向宁天，他的气泡也破开，被金光托起。声音再次询问宁天是否有爱人，
宁天否认，并表示他只将乌峰当作朋友，无法接受同性之爱。声音追问宁天是否愿意为了乌峰而爱他，宁天坚决拒绝。乌峰听到宁天的回答，脸色苍白。声音问他是否还爱宁天，乌峰愤怒地回答爱，并表示自己可以单恋。声音继续折磨乌峰，问他是否难过，乌峰承认难过。随后声音给出一个残酷的选择，要么宁天替乌峰去死，要么乌峰自己死，两人只能活一个。乌峰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死，让宁天活下去。乌峰被给予一把金色利刃，要求他自杀。就在他准备刺向自己时，时间仿佛停止，乌峰被固定在那个动作上。宁天的气泡破开，声音给他最后的选择机会，如果他愿意，可以自己死，让乌峰活下来。宁天抓住金色利刃，泪流满面，表示如果来世他是男人，一定会娶乌峰为妻。然后他画向自己的脖子，两道金光亮起，宁天和乌峰手中的利刃消失，他们被气泡重新覆盖。乌峰听到的声音说，他的爱虽然盲目，但至情至性，第一轮过关。宁天听到的声音说，他的友情发自真心，第一轮过关。两人的气泡上方都多了一个金银双色光环，他们隔着气泡看着彼此，心中都有些恍惚，似乎这个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金银色光幕升起，隔绝了众人的视线。金光再次高速旋转，停在了贝贝的位置。贝贝被问及是否有爱人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并称唐雅是他的爱人。尽管唐雅不在场，贝贝依然坚定地表示愿意为他付出一切。声音提出一个残酷的考验，如果贝贝愿意自宫，就能换取唐雅的恢复。贝贝在痛苦的挣扎后决定牺牲自己，但在最后一刻，他发现自己只是被幻觉欺骗，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自宫。尽管如此，他的真心让他通过了第一轮考验。紧接着，金光再次旋转，落在了戴华斌的位置。戴华斌被问及是否有爱人，他回答有，并称朱露是他的爱人。但当被问及朱露是否是他最爱的人时，戴华斌犹豫后回答不是，并承认自己最爱的是王秋。朱露听到戴华斌的回答，心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然而，戴华斌在被问及愿意为谁去死时，选择了朱露，表示愿意用生命去守护她。这让朱露的心情变得复杂。虽然戴华斌最爱的人不是他，但他仍然愿意为他牺牲。紧接着，朱露也被问及是否有爱人，他回答有，并称戴华斌是他的爱人。当被问及对戴华斌的话有何感想时，朱露愤怒地称他为混蛋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坚定地表示自己爱他。戴华斌听到朱露的回答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既感到愧疚，又害怕失去他。平淡的声音有点也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。他最爱的人不是你，又是你口中的混蛋，为什么你还爱他？朱露深吸一口气，止住哭声，愤怒地回应道：爱情需要理由吗？我爱他，哪怕他抛弃我，这份爱也不会消失。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？你去死吧！惩罚随即降临，朱露痛呼出声。戴华斌心中痛苦万分，意识到自己对朱露的忽视。在这一刻，他看清了自己的本心，疯狂地呐喊着不要伤害朱露。朱露最终通过了考验，他的回答让戴华斌意识到他对他的爱是纯粹而真挚的。随后，金光落在了王秋儿身上。王秋儿被问及是否有爱人，他冷冷地回答没有，但承认曾经爱过霍雨浩。当被问及霍雨浩是否爱他时，王秋儿坦然回答不爱，但他依然爱他。他甚至表示，如果霍雨浩面临生死危机，他愿意为他付出生命。霍雨浩听到王秋儿的回答，内心深受震撼，意识到王秋儿对他的感情远比他想象的要深。接着，金光落在了霍雨浩身上。霍雨浩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有爱人，那就是王多儿。他承认自己对王秋儿有过心动，但那是因为王秋儿的相貌和王多儿相似，他真正爱的只有王多儿。霍雨浩坚定地表示，他愿意为王冬儿付出生命，王冬儿在他心中的地位远超生命。王冬儿也被问及是否有爱人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有，并称霍雨浩是他最爱的人。他表示自己曾经想过撮合霍雨浩和王秋儿，因为他不忍心看到王秋儿那么痛苦，但最终霍雨浩和王秋儿都拒绝了他的提议。王冬儿坚定地表示，他愿意为霍雨浩付出生命。最后，金光落在了潇潇身上。潇潇升空，被问及是否有爱人，他羞涩地回答有。当被问及爱人的身份时，潇潇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潇潇轻声回答和菜头，并承认他是他最爱的人。当被问及生死选择时，潇潇在恐惧中艰难地选择自己死，希望和菜头能照顾他的父母。他的回答让和菜头听到后表情变得扭曲。最终，潇潇通过了第一关。和菜头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，他选择了自己活下来，因为他肩负着为家人复仇的重任。他承诺如果潇潇死，他会为他守节，直到复仇成功后再追随他而去。他甚至愿意用未来生生世世做牛做马来换取潇潇的幸福。他的真诚和至情让他通过了第一关，甚至免试第二关。江楠楠被问及生死选择时，他选择了自己活下来，因为他要照顾母亲。他表示愿意为徐三石守节，等母亲去世后再去找他。他
他的回答显示了他对母亲的深厚亲情，最终也通过了第一关。最后，徐三石在被问及生死选择时，选择了自己死，但同时表示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可以照顾他们，自己死了也不会让他们太难过。然而，他因为对父母的不孝被惩罚在打石鞭子，尽管痛苦不堪，但徐三石最终通过了第一关。紧接着，第二轮冒险开始，和菜头和潇潇作为免试者直接进入第三轮，剩下的人则需要面对新的挑战。轮盘旋转，徐三石被选中第一个进行第二轮冒险。轮盘停在了一个唇形符号上，任务是舌吻。轮盘再次旋转，选中了贝贝。徐三石和贝贝被带到中央圆台上，面对着必须完成的舌吻任务。徐三石内心挣扎，但最终决定为了生存而完成任务。他试图说服贝贝，但贝贝坚决拒绝。但徐三石暗示，如果不完成任务，怎么会有和唐雅在一起的一天？贝贝最终无奈地同意了。但当徐三石靠近时，两人因为紧张和恶心，最终都呕吐了出来，任务失败。结果，徐三石和贝贝因为污秽本骨被直接送入深度冒险，面临着超过50%的死亡几率。这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尤其是江楠楠，她既担心又觉得有些好笑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为贝贝和徐三石的捏了一把汗，希望他们能够凭借多年的默契和配合，度过这场生死考验。江楠楠的战斗方式以近战为主，她利用自己的重力控制和瞬间转移技能，迅速贴近宁天并将其制服。宁天被江楠楠抓住肩膀后，感到全身酥软，魂力流转变得艰难，最终被江楠楠狠狠地砸在地上，陷入半昏迷状态。与此同时，乌峰为了救宁天，发动了强大的魂技龙飞翔，但江楠楠凭借自己的第4魂技无敌金身硬抗了这一击，并且安然无恙。乌峰被反弹而回，而江楠楠则趁机向乌峰发起了攻击。江楠楠的速度极快，她的爆发力接近王圈的水准，但动作更加灵活。她利用唐门绝学玄玉手和控鹤擒龙技巧，巧妙地避开了乌峰的攻击，并且以一种怪异的姿势继续向乌峰冲去。乌峰不惧，发动了自己的第1魂技龙之火，试图以火龙武魂的威力压制江楠楠。然而，江楠楠的战斗方式正是克制乌峰的。在近战中，江楠楠利用对重力的控制，突然加速向下倒去，避开了乌峰的龙爪攻击。乌峰的预判出现错误，龙爪攻击落空，而江楠楠则趁机继续发起攻击。整个战斗过程中，江楠楠展现出了强大的近战能力，她的技能和战斗风格让她在近战中占据了优势。乌峰虽然拥有强大的火龙武魂，但在场地狭小的情况下，他的中近程战斗方式受到了限制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。江楠楠的战斗策略和技巧让他在这场对决中占据了上风。乌峰意识到不妙，但没有后退，而是踢出右脚，试图攻击江楠楠。江楠楠利用横滚和双手轻搭，抓住了乌峰的右腿。凭借玄玉手的强大，江楠楠并不担心被乌峰的龙之火灼伤，反而让乌峰的右小腿失去了知觉。乌峰性格强悍，左腿也踢了出去，同时第5魂环亮起，准备施展强大的魂技龙穿云，试图摆脱江楠楠的纠缠并扭转局势。然而，江楠楠的第5魂环也亮起，他的第5魂技柔骨所发动，金光沿着乌峰的双腿向上蔓延，迅速让乌峰失去知觉，打断了他的魂技。乌峰最终摔倒在地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江楠楠凭借强大的近战能力和战斗智慧，成功击败了乌峰和宁天，成为第一个通过第2关冒险的人。戴华斌被轮盘选中，抽中了一个由2柄长剑组成的符号，任务是击败对手。轮盘再次亮起，选中了朱露。戴华斌和朱露彼此对视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戴华斌意识到，这不仅是一场实力的冒险，更是心灵的冒险。他轻叹一声，向朱露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选择认输，进入深度冒险，以换取朱露的平安。朱露在戴华斌选择深度冒险的瞬间，心中的怨念消失，他坚决要求陪同戴华斌一起冒险，哪怕面对更高的难度。霍雨浩目睹了戴华斌的选择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虽然对戴华斌有着深刻的仇恨，但戴华斌展现出的真性情让霍雨浩的内心更加痛苦。他坚定地告诉自己，仇一定要报，但戴华斌的行为也让他对仇恨的执着产生了动摇。轮盘再次转动，这次选中了王秋，他抽中了3个拳头的符号，任务同样是击败2个对手。轮盘迅速选中了霍雨浩和王多，3人重逢，王秋目光灼灼地看着霍雨浩，要求他和王多一起上，不要认输。霍雨浩叹息一声，提出让王多退出战斗，表示愿意单独面对王秋。王冬儿虽然不解，但还是选择信任霍雨浩，退到一旁观战。王秋表示会全力以赴，毫不留情。霍雨浩也点头表示尊重，闭合人形魂导器，准备迎战。尽管有人形魂导器的保护，但霍雨浩的灵活性受限，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并不轻松。霍雨浩虽然拥有人形魂导器，但目前的技术还无法让他比正常状态下更强，尤其是这还是他临时制作的，没有附加任何装备。面对王圈的黄金龙枪，霍雨浩不敢有丝毫保留，迅速进入防御姿态，释放出君临天下的气息，和光之女神战技。
王谦的攻击迅猛而直接，黄金龙枪刺向霍雨浩胸口。霍雨浩利用冰皇之怒的碧绿色光柱迎击，成功抵挡了王谦的攻击，并借助光之女神战技的强光反击。两人的第一次碰撞，霍雨浩占据了上风，但随后的反震之力让两人都站立不稳。霍雨浩凭借冰皇之怒的优势退后，而王谦则受到更多的冲击。霍雨浩的优势在于魂技数量多，能够灵活搭配使用。他的精神力不断提升，使得魂力的调配更加精准，能够有效利用魂技而不浪费魂力。在战斗中，霍雨浩利用雪地的地剑冰极无双，与王谦的黄金龙枪正面硬碰，展现出强大的冰属性力量。王谦在战斗中也毫不示弱，利用黄金龙枪和自身的魂技进行反击。他深知霍雨浩的地掌大寒无雪的威力，选择避开正面硬碰，而是利用强大的气势和魂技进行压制。王谦的攻击同样迅猛，双手同时抬起，左手拍向霍雨浩的右拳，右手抓向他的头部，试图压制霍雨浩的攻击。两人的战斗激烈而直接，霍雨浩利用魂导器和魂技的优势，与王谦的黄金龙枪和魂技正面抗衡。王谦虽然在力量上占据优势，但霍雨浩的魂技组合和精神力的精准调配，让他在战斗中能够有效应对。王谦原本以为霍雨浩会发动灵魂冲击，但他却直接用右拳攻击，这让王谦感到意外。霍雨浩的力量远超他的预期，王谦试图用掌力拍开他的拳头，但未能成功。霍雨浩的拳头带着巨大的力量，将王谦的手推到他自己的肩膀上，导致他倒飞出去。这一幕让宁天和乌峰震惊不已，他们从未想过霍雨浩能在正面战斗中压制王谦。霍雨浩的攻击并未停止，他利用人形魂导器的推进器迅速接近王谦，并发动了地掌大寒无雪。王谦意识到霍雨浩的攻击意图，迅速后退，但霍雨浩的攻击依然强劲。随后，霍雨浩又发动了光之女神战技，继续对王谦施加压力。王谦在战斗中不断调整策略，试图找到霍雨浩的弱点，但霍雨浩的魂技组合和精神力的精准调配，让他在战斗中始终占据上风。霍雨浩甚至发动了天梦领域，这是一种能够扭曲空间和感知的强大能力，让王谦陷入了困境。然而，霍雨浩最终选择了认输。他意识到自己的魂力和精神力消耗过大，无法在长时间的战斗中战胜王谦。他的认输让王谦感到困惑，但最终他还是被判定为胜利者，通过了这一关。霍雨浩和王冬儿回到自己的位置，但很快他们就被判定为违背规则，故意相让，被直接送入深度冒险。这让乌峰和宁天感到不解，因为戴华斌之前也曾认输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惩罚。轮盘再次启动，这次选中了宁天。他和乌峰对视一眼，心中都明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都将面对一场艰难的挑战。宁天决定，如果自己抽中1对1的战斗，他会选择认输，进入深度冒险。他清楚自己作为辅助系魂师，在深度冒险中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，但他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。